价都是在50万元左右，而且还是国产自主品牌的大型 SUV， 月销量均下来都能达到1万台以上。我相信这一点应该只有问界 M9 才能做到了啊！今年好多车型推出的全新颜色呢，都是以紫色来进行切入的。咱们今天感受一下问界 M9 全新的一个颜色，就是银杏紫。这个紫色看起来是不是那种优雅又不失大气的那种紫色呢？当然，现在问界 M9 的话，全系共提出了7款车身颜色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咱们就是说啊，问界 M9 这台车型推出问界这个品牌啊4年的期间，这台车型在整个大型 SUV 市场月的话都是可以得到前3名的这样的一个销量，并且它的售价并不低哦，46.98元到58.98元，提供的话就是纯电的动力，还有增程的动力给到大家。那同时呢，它也是提供了6座版、5座版，还有高端这种旗舰版的一个4座版给到大家。大家都说啊，之前家用的话咱用6座的，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想要空间大点的话，咱用5座的。今天 Kiki 呢给大家搞来了一个4座版本，还是增程动力的顶配版本 Ultra 啊！而且这台车型走在大街上，你就对它扑面而来的那种高贵的气质所吸引。尤其是紫色，对于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来讲，寓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4座的话，还能满足到很多商务出行，你去接待啊，接待亲戚朋友，接待领导，对不对？接待一些重要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坐在第2排不输于其他的 MPV 车型。那今天的话，其实对于它的其他配置，咱都不多说，最多说的就是这台车型最该买哪款，还有就是它的驾驶感受，给到咱们乘客呀，或者是驾驶员最真切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走，上车。老板们来到第2排了，请上车吧。第2排2排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2个座椅，中间确实有一些，比如说软性的材质来进行连接，但是呢，它的更好的一些好处是在于咱们中央扶手的一个承托的作用。那么第2排的座椅都是带有座椅的加热、通风以及按摩的功能啊，而且呢，也是支持零重力的座椅模式的。再加上第2排，都是有独立的小桌板给到大家，以及上方的这样的一个投影幕，给到大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坐在第2排，既可以是咱们家里人那种家庭影院，坐在大沙发看着电影那种感觉，也可以是你的会客厅。比如说前方司机在给咱们开车的时候，我们后排你跟老板来进行聊事儿，首先呢拉近距离感的同时呢，你也让咱们的一些合作伙伴享受到了车型的一些极致的舒适的那种感觉。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咱们高端的一些出行方式必备的东西，就是后排，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储物空间啊，你放一些什么文件啊，还有一些比较隐私一些的物品的话，都是 OK 的。中岛这个区域给咱们留有一个小冰箱，而且呢，它是一个电动按键的来进行打开方式，完全来不需要咱们手动进行推。那同时呢，第2排的一些调节的按键啊，比如说是投影啊，再加上它这个温度的调节呀，它都是可以通过这些触控按键帮咱们来进行完成。那么同时呢，在调节它的座椅的同时，依旧是有这样的一个物理按键给到大家。第2排呢是给到一个隐私玻璃，这个隐私效果基本上你在第2排外面你看我是看不到的，但是咱们坐在车内是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些人和事物的。如果你觉得它还不够的话，还给咱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遮阳帘儿，更加的隐私了，对不对？所以4座版本更加适合很多商务场景比较多的这一类的老板们来进行选择了。其实我在知道问界 M9 每个月月均销量都会达到1万台以上的时候，并不吃惊啊。大家都知道啊，现在预算比较高一点的啊，相对来说收入水平和自己的品味都会更高一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们肯定也不是傻子。如果觉得这台车型的配置以及跟他们的身份不匹配的话，他们是不可能花40-50万元去买到一台国产的一个新能源的品牌的。所以大家对于这台车型的定位就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一些高端旗舰级别的一些出行的方式。当然了，29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我说是增程版本啊，那综合续航里程呢，现在已经超过了1300公里了啊。那到了比如说 Ultra 的版本，它会给到一个266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
综合续航里程的话是达到1258公里。那并且呢，给咱们搭载的这一套图灵底盘的这样的一套系统之后，你会发现在整个驾乘过程中，你不会觉得乏累。那同时呢，华为的全家桶，同样搭载在问界的 M9的身上，比如说是它的一个恒空座舱，对不对？以及华为前端 ADS4智能驾驶服务系统，对不对？那大部分的一些使用场景啊，城区热门的一些领航、高速的领航。再加上我用到这台车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不用自己来进行停车的，所以不仅仅是男主人开起来它比较有面子，比较好开，女生开起来的话其实是更加方便的啊。增程的话是有5款配置给到大家，那纯电版本的话是有4款配置给到大家。纯电的话它也是分为605公里以及630公里2个版本，也是分为4座、5座、6座啊。关于座椅布局的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不过多的去赘述了吧，因为每个人的选择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今天4座的版本其实区别于咱们之前感受过的5座版本和6座版本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这台车型呢，让大家感觉到了更加的那种陆地头等舱的感觉。这款银镜紫啊，就是在这种特别强光之下反射出来那种高级的紫色调，并且上面也是采用这种珠光漆啊，看起来的话是那种很低调、很华丽的那种感觉啊。那其实目前提供的7款车身颜色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紫色。当然了，比较叫卖的话，还有那种双拼色的一个红色跟金色的这种配色啊，也是有给到大家。而且呢，在路上见过的也是比较多。低调一点的话，就会选择那个黑色的那种双拼色啊。那其实我觉得问界 M9现在得到这样的一个销量的话，其实人家是实至名归的，有着非常高的一些配置，以及出道4年到现在的话，也是做到了一些智能化的领先。关于呢，目前来讲的话，46.98万元到58.98万元这么宽的一个售价区间，以及4座、5座、6座。纯电增程啊，多种动力提供给大家9个版本的车型，到底该怎么选？纯电和增程啊，根据自己的一些出行需求，还有对于油耗的一些，还有电耗的一些东西啊，里程焦虑的问题，怎么该解决啊？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那对于座椅布局的话，根据自己日常的一些出行方式较多的啊，全家出行6座最合适，大空间的5座更合适，4座的话满足更多的一些商务出行。